由于暖温带半湿润气候明显，当地人重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种植猕猴桃。可就在30多年前，樱桃种植在当地开始慢慢兴起。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植早春樱桃，而张春的岐山县春天樱桃种植家庭农场在当地种植规模最大、面积最大，一共流转用来种植樱桃的土地达到了200余亩。他也是当地最早开始投资大棚种植樱桃的人。这就是我们做的这个一个冷棚。看现在就因为果子卖完了，我们都把顶部的风口全部给打开了，然后再包括底下的风口也打开了。这个最大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果子卖完了，这个现在咱也不需要然后那么精细了，就让它和大田一样。我们这个棚，你看这个1亩地啊，代价比较大，这个1亩地下来要将近7万块钱呢。这个冷棚，技术难度要求比较高，虽然说它开花早，成熟也比较早啊，但是这个管理要求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一般人还都折腾不了。像我们这个基本上3年都没卖钱。这个去年，零星是结果，今年是有个大丰收。一看这效果确实好啊，但是我不建议农户去建这个棚，投资太大了。受异常天气影响，岐山县全域的早春樱桃都遭受重创，导致产量骤减。而张春早在2019年就已经给自己家16亩樱桃建了12座大棚，今年的产量更是比往年还要高。在他看来，岐山樱桃已经到了需要升级种植模式，利用设施农业提高品质和产量的时候了。你看外面这些树，都是因为我没有搭棚子，为了防止这个下雨裂果，我就套了一些袋子，但是这个套袋太费工。再一个最主要的，你看树上基本上就没多少果子。你像我这还好，搭了棚子，今年这个还能卖点钱。再一个今年套袋呀，我这果子还稀稀拉拉的还有。今年起码就是，能把这个地租还能收回来。但是我农户，我们很多有一些品种就没有果子卖，就绝收了。跟农户一谈起来，我说我难受呢，他们心里更难受。再一个我就说他们说你这个樱桃要建设施，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后面这个再慢慢想办法给他们做工作。我想着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樱桃设施要建起来，咱也不能再靠天吃饭了。张春一直想让当地种植户建设大棚，却一直没有实现。灾年正好是个时机，但在推广前，张春想做一些关于建设大棚的投入与产出的调研，通过对比拿出对种植户们来说性价比最高的方案来。王叔你好，你大棚今年效果的是咋样？还好。走，领我到院子再看一下。你这鱼棚下来花了多少钱？一共？这鱼棚下来一个棚下来就将近2万块钱。你跟我说个实话，你今年把果子还没写完呢，现在卖了多少钱了？今天卖好个2把棚钱了，是差不多能卖回来。把棚，这是起码把棚投资回来了。投资回来。那你这些技术也掌握了，明年起码在这些就。明年过年我是不投资，我净赚。比一会儿好了。好嘛。回头我组织的不愿意建棚的农户都应该来要参观呢。这你要给他讲啊，为啥建棚？建下这棚反正是的。没有十全十美。要结果但是必须要结果。你看你今年这好多人这个大棚，大风一吹都不是翻了，但是你这棚你看一点事都没有。年是个受了灾害以后，自己吸取教训，听专家张老师讲，必须建大棚。今年建了这4亩地的大棚，建起来以后，今年的收成嘛，基本上可以把大棚这个投资赚回来。王叔家的大棚1亩地投入了将近2万元，在恶劣天气下依然能够回本，这对张春来说很是欣慰。可这个价格对于其他种植户来说可以接受吗？张春决定再走访看看。我们农户都嫌这个大棚太贵了。我们这儿有一个种植大户，今年花了这个1亩地不到5000块钱就建了个碧玉棚，效果听说还可以，但是具体怎么样，我们今天到园子来看一下。蒙四儿，陈凯，那这个棚你说是花了不到5000块钱是吧？还是5000块钱？一亩下来包括人工就是4、5千块钱。今年
是第一次弄上，放了一次雨，后来又一次风，把这个就吹不太好了。现在这个抗风性还得继续优化，继续改进一下。优化之后，可能也就是6、7千块钱。总体看你这确实效果好。就是我那种棚，就是结构虽然说有点抗风，但是造价有点高。我一听到你说消息，你说你这建这个棚便宜，赶紧要来看一下。就农户能大家伙能接受的各种规格都有。咱弄这初衷就是想着，看是不是能给大家伙都能推广开。如果东西太贵了，肯定这个受众面就比较窄。对。咱相对还年轻一些，对新技术掌握还是比较快。主要就是从经济角度考虑，要便宜，还要能遮住雨。所以呢，才就是到处去找嘛，包括去找那个上知网去找论文啊，找各种各样大棚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就碰到智利的这种，它不是有那种伸缩的棚，最后发现上面的那个装置可靠性太差了，后来我就全换成滑轮了。咱这个4里8乡这些特别是周围这些村民，他都看在眼里，我能把这个做得好了，能够挣钱了，那他们也会跟着去做。从陈凯的地里回来后，张春心里终于有底儿，他急忙算了一笔账。碧玉棚的话，第一种是我们就是简易的这种大棚，这1亩地大概是投资3万5千块钱左右的。还有一种是单立柱弧形模结构的这种，它这种的话是投资是1万5千块钱左右。还有一种棚呢，只是上顶部有膜，四周我们都有立柱有撑的。大概这个1亩地是投资1万2、3千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还有一种最便宜的3线模结构，这个1亩地投资只要4千到5千块钱。但是这4种棚的话，各有利弊。其实我们推荐的最好的就是大家去建这个碧玉棚，因为这个它管理和漏地是一样的，只是相当于人打了一个伞，没有改变它任何的这个里边内部的这个气候环境，所以它这个就是不存在什么特别的技术要求。可这么算下来，投入最低的碧玉棚1亩地也需要5000元左右，对种植户们来说依旧是笔不小的开支。张春决定和父亲商量这件事儿，该如何号召大家一起建大棚，还是得听取父亲的经验。张春的父亲早在1986年就开创先河，在陕西省眉县种植樱桃。通过30多年的努力耕耘，让樱桃在关中地区成为了农业支柱产业。从30多岁都干，一直干到现在。以前从1亩多地干起来，有了效益以后，逐步的扩大，扩大到10亩，10亩扩大100亩，现在又扩大到300亩。到现在的话，我们带动我们村子已经种了将近2000亩的都是樱桃树，而且当时你看，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原来这个路只有2米多宽，是一条农村的生产小道，根本这个就是只能过个板车，你想要是走小汽车什么的，根本走不了，而且是从村子里边，你说从外面头回来，必须绕一个大圈，兜一圈，走1公里多才能回来。现在就是我们很方便，都是因为产业带来的，我们也赚了钱了，也修了路了，从村子里面直接小汽车直接就开始上了大公路，非常的方便。张春的父亲将樱桃种植技术从沿海地区带了过来，并且自己还研发出了新品种小文1号大樱桃。正是因为父亲的成功，让乡亲们看到了当地种植樱桃的可行性，大家在张春父亲的影响和号召下开始种植樱桃，每年每户都能带来上万元的收益。他的超前意识和种植经验都让大家对他深信不疑。在建大棚这件事儿上，他一样有着一言九鼎的威信。要是你要想有个好的经济效益，那你必须建那个简易的防雨棚，这个效果特别明显。看着这事情怎么做才能做得好，我在前面给他引着路，指着方向，不能叫他有一个偏差。张春和父亲都认为，建设避雨棚是解决受自然灾害影响必要的条件。于是，无论设施多便宜，真的要花钱投入建大棚的话，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更何况收入比往年还要低。可这个问题，好品种不适合大棚种植，种植户们又开始担心大棚建好后品种问题得不到解决。
樱桃依旧不能卖上好价钱。关于大伙儿提出的问题，张春要一个一个的去解决。第一个就是在了解到大家都是因为资金问题犯了难，他想试着帮乡亲们在县城里寻求贷款。现在就是因为今年这个农户的樱桃减产了嘛，然后他们就说都想建碧玉盆呢，然后现在就是资金这一块他们想贷款，就是我们普通一个农户能不能贷，他需要提供哪些手续呢？张春通过和银行工作人员的沟通，确定了每户种植户最低贷款金额也有3万元，这足够今年完成一部分的大棚建设。别看张春现在跑前忙后的游刃有余的样子，3年前的他还是一名稳坐办公室的公务员。2006年大专毕业以后，就去深圳做这个汽车质量管理助理工程师。这是我父亲打电话死缠烂打，非要让我回来，然后让我跟他种樱桃呢。我说，那你要是不回来的话，我赚的钱没你的。所以我就给他说这个前后好多的关系，给他动员他，那才听了我的话回来了。当时反正说的比较狠的就是，如果我不回来，他就不认我了，就当我没我这个儿子。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万事还是孝为先嘛，所以我就回来了。父亲想让张春回家跟着自己做农业，可不甘心面朝黄土的张春，却总是跟父亲唱反调。他先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毕业后又考上了当地公务员，在2016年调任县委组织部工作。正是前途光明的张春，却在此时决定回乡做新型职业农民。我在乡镇和组织部干的这几年呢，是对我锻炼最多的，而且是，我觉得是最触动我回来，还是要干农业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经常下乡，跑村子，这个看到这个农村里现在基本上都空心化特别严重，没有年轻人了，而且很多的园子这个老年人，他们跟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就说是，他都不想种了，他也没有精力种了，再一个呢，我们现在这个你看这个农业，特别是我们种植行业。我觉得这个前景还是效益还是比较好的，开始就给他说我要辞职这个事情，他就勃然大怒，说你好不容易这个跳出农门了，不用再干这个农业的这个事情了，累，休息不好，忙的时候整天的，可以这样说，几乎20个小时不休息，晚上休息很少，就是关键是卖樱桃的时候，那时候又要摘果子，还要卖果子，非常辛苦，特别是像你看今年，樱桃这个一冻没有了，一下雨裂果了，他说这个樱桃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你不要回来干这个农业的事情。在我在辞职之前呢，他已经住院住了1个多礼拜，身体确实，一下子就是不行了。再一个是记忆力也开始衰退，我就觉得这个我应该做点什么。从几年前父亲看准市场，想让张春回来跟着自己种樱桃，可张春却拗着一股劲儿，就是不想干农业。经过历练的他认为农业在未来会更有前景，想要辞去公务员。父亲在此时却认为张春应该在公务员岗位上继续发展，父子2人的矛盾也越来越多。辞职专心种樱桃后，父亲对他更是一点儿也不信任，张春却极力想向父亲证明自己。我刚开始回来真的是有一腔热血，想做很多事情，但是我父亲就不支持，跟我经常泼冷水，说这个干不成，那个干不成。我当时也不理解，再跟他对着，还是跟他对着干，就是父子这种争吵，反正是。争执有时候就是我跟我父亲说着说着，他就拍桌子，然后就走了，就跟我不说了。我说你不听我的，我证明给你看。你看我说我们原来你看我们的樱桃只能卖3、5块钱，卖个7、8块钱、10来块钱都算卖得好了。我说咱不能这样干了。我说您家的樱桃，你看进口的车厘子已经卖几十几百，还有2、300块钱呢。我说为什么咱们的樱桃就不能像人家一样，不起码说。卖上百了，最起码卖几十块钱嘛，就是做品质，就是果干要大，颜色要好，口感要好，所以我就去让一部分树结得少，
哎，结果那一年，我们的果子，我们就是口感因为上来了嘛，品质上来了，我们还涨了价，但是我们那年果子反而还不臭销。通过改造树形，让樱桃减产升值，张春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在新的市场形势下，让家乡的樱桃更值钱了。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张春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我们原来的很多的老果园改造的时候，都是把老树高阶换优，就是把那个树侧枝全部割掉，然后只留这个主干，然后去换一些新的品种。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在做这个时候，我是把树根连根就刨掉了。当时村里人，我父亲、母亲、我的亲戚朋友，哎呀，都送我一个外号，叫败家子儿。你为啥要把好的树要挖掉呢？张春的想法一提出来，就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可他却不听劝，坚持了自己的做法。那这样吧，我说我证明给你们看，我就用20亩地的树，我全部保掉。那一年就是这20亩的话，我相当于是，你算1亩地2万块钱没了，40万。然后这个把树苗去种下去，我用了新的树型、新的办法，我们1年种树，第2年，就结果了。去年第2年已经有树已经结果了，而且表现非常好。哎，然后我父母包括我们亲戚朋友一看说，包括很多的专家，老师都是一看说是，哎呀，张春，你做了我们常人任何人不敢做的事情，然后给我竖大拇指呢。所以从那一件事情以后，我跟我父亲这种关系已经打破了原来那种僵局了，而且我基本上给他说的很多事情，他都支持我。我真的是没想到，年轻人现在有年轻人的想法，你要把事情要做大做强的话，还有年轻人出面。父亲从起初的不理解到最后完全的信任，父子从最初的背道而驰到如今的协力同心，都离不开张春对当地樱桃产业的升级。这次推广大棚建设对种植户们来说又是一个新升级，可贷款问题解决后，由于现有的樱桃树型大多数都不适合在大棚内种植，于是张春通过几次多方奔走，终于在西北农大曾经自己的老师那里寻找到了适合大棚种植的优化种苗。这一共是5个大棚，每一个棚里面是12000株苗子，这连棚带这个种苗，我们一共投入了260多万。这个种苗呢，就是我们繁育出来以后，还是提供给我们农户，让他们这个果子能种得更大，然后抗性更好，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父亲让当地樱桃从无到有，儿子张春更希望让这些樱桃品质提升，迈上新台阶。乡亲们看到父子2代人扎实带领大家一起致富的决心，在这条艰辛曲折的路上，父子的心也越来越近。我叫他回来以后，我的信心足了，我就想着把樱桃到陕西甚至全国上台阶、上档次。我相信未来我们西北的樱桃将来会成为我们全国樱桃发展的第3级，也相信未来我们的樱桃，特别是我们西北的樱桃，可能会走出国门，咱们走向智利，走向南半球。